就这幾個房子，現在這個車輛快停滿了。我們想一下，上方好像有一個停車位是吧？假如說我們讓這些車輛停在這兒，再讓他們步行下來的話，好像有遊客步行過來啊。算了，我們還是在旁邊繼續為他們修建一個停车位啊。想一下，比如說我們在這個風力發電機的下方呢，讓這條道路繼續下一個台階。這個車輛全部停在馬路上的話，在後期會影響我們的這個交通秩序。然後呢，通過這兒來，我們開一個牆制啊。這個高度應該是不受影響的。檢查一下啊，這個坡度好像還需要把這個節點呢再次的向前方去拉伸一點。風力發電機也挪一個位置吧。它本來就在一個山上，然後我們再把它升高的話，它可以產生的電量會更高一點。你看，把它挪走以後啊，這個奶奶街呢，我們可以再次的向前移動到這兒。這個坡道現在就合理了吧？然後再讓這條路呢，我們讓它向旁邊去延伸。來吧，我們可以把這個立體的停車位啊放在這兒，這樣就不用我們再去平整地形了，是吧？還可以再次的向右邊去挪動一點點啊，貼合一下我們的馬路。這個停車場應該夠旁邊的商業區去使用了。我們再把這裡的限制啊稍微取消一下，比如說讓他們禁止停車。OK。我去，把上方限制了以後，旁邊的奶奶街又停了3輛車。我們盡量要讓這幾個車呢，他們都來到我們的立體停車場。我去，這裡怎麼了？建築着火了，先把遊戲暫停一下啊。然後這個山上我們好像沒有放那個消防局，比如說找一下這個消防車啊。由於山路比較崎嶇，我們可以在這兒呢建立一個消防直升機航空站，還得把它放在一個有水源的旁邊。那麼這個消防局航空站呢，它可以出動3架直升機。為了讓他們跑得稍微遠一點，我們可以再加一個火警眺望塔，比如說把它加在山頂的位置，增加一下這些飛機的視野啊。我們把遊戲繼續檢查一下啊，使用中的直升機現在正常運營。怎麼沒有直升機啊？是不是我們的那個消防車的汽車過來了？哇，來的還算是比較及時。然後呢，這個時候把遊戲恢復到1倍的速度啊，去檢查一下它是怎麼滅火的。這個停車位着火了啊，也是這樣滅火的。OK， 我們山上現在着火的問題已經解決了，就是旁邊的這些樹木啊都已經枯萎了。我們這樣啊，把剛才這些燒毀的樹木呢，先幫它砍了，有點太影響我們的環境啊，免得引發下一場的火災。OK， 就這樣。那麼山上的問題解決了，我們接下來呢再去山下看一下我們昨天新建的區域啊。這個區域呢，檢查一下這裡的人口。三湖道山737，人口不是太多。那麼我們把這個分區呢，通過旁邊的空地再次的把它給擴建一下。今天得想辦法把這裡的人口得發展到3000，應該沒有問題吧？只要不造景的話，我們就可以發展的稍微快一點。來，比如說按照這個平台呢，我們先找一下這個4車道公路，直接把它延長，可以拉直線，這個位置比較簡單。然後上方的鐵軌呢，通過這條鐵軌，本來我想着把這條鐵路給刪了，我們重建一個。後來一想呢，大家不太喜歡破壞地形，我們就可以根據這個鐵軌呢，這樣去平行的拉幾條道路。我們這個地方不造景是為了快速去發展一下人口，因為有同學已經等不及了，想讓我們這個城市的人口迅速的達到幾十萬上百萬。我說我盡量吧，然後把它給拉黑了。然後呢，我們通過剛才規劃的區域呢，好像已經加了自己建築了，是吧？加完自己建築以後，它可以直接蓋啊。我們可以在靠近這個有電的地方呢，先放置一部分的商業啊。這個商店它蓋起來以後，它是一部分的酒店，好像和我們山上是統一的。然後把遊戲加速一下，這一格商店應該夠用了。就是看一下水源有沒有連接，水源沒有连接。OK， 現在水電的問題都已經解決了。這個節點怎麼回事啊？這個路口為什麼看起來這麼低啊？
我們把這個路口呢稍微抬高一點點，要和旁邊的這個土地看起來是相平整的一個狀態。哎，就这個高速什麼時候開始貼地面了？不，這個車輛是好像是，哎，這個車輛是不太好經過的啊。我們把這個高速的節點呢也稍微抬高一下，先找一個標準的高度啊，比如說以右邊為基準，然後呢我們抬成這個樣子，再把剩下的這個高速路段，我們讓它統一一下這個高度，對齊高度 ，OK。現在汽車去經過就沒有問題了，哎，就是某一些橋墩呢，還需要把它移動到不是馬路上的地方，移在這兒。然後其他的位置啊，我是這樣想的，旁邊不是拉了有一條小河嗎？然後小河的对面呢，我們可以把這個高速的出口直接延到那邊去。有一些經過的車輛，他們就不用再下到我們的城區去堵車了。每次我们都要未雨綢繆，把這個堵車的問題給提前想好啊。180度直接拉在這兒，當一個備用就行了。OK， 遠離商業區的位置直接放住宅區，等後期我們在這兒去做公共交通。太靠近商業區的話，這公共交通是沒有辦法做的。蓋這麼多，去看一下效果啊。中間住宅區，特爾住宅區，現在人口是13.9萬。昨天我看了一下評論區，大家想看我建設一個醫院，還有一個學校，然後呢，我把它也拉黑了。我們在這兒呢也放置一個醫院，這個醫院每周維護的費用是16塊錢，哇，這個格子正好可以放得下來。然後把它放在商業區的旁邊，未來這裡可能會堵車，到時候我們去治理。這個遊戲不堵車沒有意思。現在這個醫院呢，可以啟用的救護車是23輛。接下來學校的話，我們想一下啊，這個位置去造學校放在這兒吧，這格比較大一點。但是這格呢，它只能放置一個小學。等我們的人口達到20萬左右，我們可以去建設第二個大學。那麼既然做小學呢，可以去找一下有沒有那種小一點的，哎，比如說這個足球場，先放這啊。等後期我們把這個路網鋪好了以後，這個足球場可以再次的挪動一點。現在這裡好像是一個坡道，所以有一點點穿模。那麼我們可以選擇一個比較小型一點的道路，比如說我們從這兒接進來一個路口，然後再把這個足球場延到這兒。那麼這個足球場呢，有一點點穿模，我們是可以把旁邊的這個路口降下來的，還行，這個路口也降一下。裡面怎麼會有一位女士呢？她在幹什麼呀？有什麼心事嗎？啊不，我們不能看她啊！我們看她的话，大家會有點誤會。我們把這條路呢繼續向下延伸。由於這個場地有限，我們看一下怎樣修路，讓它利用率可以高一點。往前拉伸一點點，然後呢，再找到這個小學的選項。小學，這個小學可以容納300位學生。社區學校可以容納250位學生，哎，這個位置正好啊，這樣利用率會比較高一點。你看啊，廣場的對面就是一個小學，哎，嚇我一跳，我以為這是一個工業的車輛呢。然後這個小學250個學生瞬間招滿了。這個社區學校它佔用的面積不是太大，我們可以直接放置2個，它自帶的是有一部分樹木的，是吧？2個社區學校。這個馬上也招滿了250個學生 ，OK， 沒有罵人的意思啊。然後呢，我們把這個電源想一下，要不就把遊戲先暫停一下，旁邊再為它放置一個籃球場，因為對面也缺少一個建築。比如說，想一下對面放什麼？對面這裡放一個公共交通怎麼樣？靠近高速的位置去建立一個高樓可能不是太好看，那麼我們可以先在這兒呢去放置一個 OK 直升機站點啊。感覺有點怪怪的啊，有點 low 的感覺。本來直升機是一個非常高大上的建築，但是這個遊戲裡面直升機站點看起來像一個小作坊一樣。不過它只要能通飛機，其他的不是問題。我們現在先把這個學校給建好，飛機可以先不着急。2個教學樓有了，一個足球場，一個籃球場，然後上方還有左邊有2個稍微大一點的空地，我們是可以找到這個中學的。這裡來一個吧，稍微不規則一點點。至於某些建築呢，
它可能看起来太高了，还得需要把它降低一点。磨刀不誤砍柴工，看完小路再打工。哎，来个小喷泉吧，这个位置刚才还没有想好做什么。哎，小餐桌可以来一个。还是可以的啊，除了这个学校都是土地呢，其他的没有毛病。就先这样吧，给他们保留一部分的草地。然后呢，足球场也有了，篮球场也有了，小广场也有了，小树林也有了。2个小学的教学楼，一个中学的教学楼，把它们放在一起。其中2个小学可以容纳500个学生，中学可以容纳800个学生。